经济危机与帝国主义的诞生，卢森堡资本积累论核心思想解析。尊敬的各位听众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。今天我们将穿越100年时空，探讨罗莎·卢森堡在《资本积累论》中提出的震撼命题：资本主义的扩张本质如何孕育着自我毁灭的种子。这部著作不仅是对马克思理论的创造性发展，更是对当代全球化危机的先知性预言。让我们从3个维度展开这场思想之旅。第一部分，资本积累的双重矛盾。卢森堡的核心洞见在于揭示了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内在悖论。他指出，马克思《资本论》中设想的纯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致命缺陷。当资本家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积累时，必然面临价值实现危机。消费不足的困境，工人作为主要消费者，其工资仅能维持基本生存，无法消化日益膨胀的商品生产。投资循环的断裂，资本家购买生产资料如机器、原材料的行为看似创造需求，但这些投资最终仍需转化为消费品才能实现利润。若缺乏外部市场，资本将陷入为生产而生产的恶性循环。卢森堡用旋转木马比喻这一困境，资本家不断投资扩大生产，却发现市场容量无法同步扩张，最终导致经济停滞或危机。第二部分，非资本主义空间的救赎与吞噬。为破解这一困局，卢森堡提出资本积累必须依赖非资本主义环境，包括前资本主义的农业社会、殖民地以及尚未被完全商品化的自然与劳动力。原始积累的延续，资本主义通过暴力手段如圈地运动、殖民掠夺，将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纳入体系，为过剩商品开辟新市场。帝国主义的经济逻辑，当内部市场饱和时，资本主义国家必然通过军事扩张、不平等贸易和金融控制争夺外部空间。卢森堡尖锐指出，帝国主义并非偶然现象，而是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。空间的终结，随着非资本主义空间被彻底吞噬，资本将面临无物可吞的绝境。卢森堡预言，当全球被资本主义化后，积累将因缺乏外部支撑而崩溃。第三部分，理论争议与当代回响。卢森堡的理论自诞生以来便引发激烈争论，但历史的演进不断印证其深刻性。批评与辩护。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指责他误解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，认为内部市场可通过资本有机构成调整实现平衡。支持者则强调，卢森堡的空间辩证法更贴近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现实，尤其是对20世纪殖民体系瓦解和当代新自由主义扩张的解释力。全球化时代的验证。中国等新兴市场的崛起为资本主义注入新活力，印证了卢森堡关于外部空间重要性的判断。环境危机与资源枯竭暴露了资本对自然空间的过度剥削，预示着生态极限可能成为新的积累障碍。对社会主义的启示。卢森堡指出，资本主义的崩溃不会自动到来，而是需要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打破其空间扩张逻辑。他的理论为理解当代反全球化运动、生态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。结语：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犹如思想的望远镜，让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的辉煌背后隐藏着致命的结构性矛盾。在全球贫富分化加剧、气候危机迫近的今天，重温它的洞见更具现实意义。资本积累的极限，正是人类文明转型的起点。当我们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，或许可以从卢森堡的批判中汲取力量，为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寻找答案。本次视频仅用于分享学习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关注我们、收藏加点赞，你的肯定与支持是我们继续创作的动力。经济